急救综合版，基于美国心脏协会和美国红十字会的急救指南，以帮助普及民众的急救知识。视频1：心肌梗塞的识别与紧急救治。大家好，我是 LP， 欢迎来到我的守护健康频道。这次视频我想和大家谈谈可能会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的事情，那就是心脏病发作，也称为心肌梗塞。我在上一期视频里谈到，心肌在缺血或者梗塞的情况下，会向我们发出一系列的求救信号，或者说是警告信号。学会识别这些警告信号，至关于挽救心肌、挽救生命。只有认识到这些警告信号，我们才会迅速地采取行动，防止对心脏造成进一步的损害。那么警告信号都有哪些呢？美国心脏协会给我们对这些警告信号做了一个总结，它们是：1. 心绞痛或胸痛不适； 2. 头晕和疲劳，出冷汗、恶心或呕吐；第3，下颌骨部颈或背疼痛或不适；第4，手臂、肩膀痛或不适感；第5，呼吸短促。下面我把这些警告信号展开来谈谈。关于心绞痛或胸部不适，最常见的症状是有胸部的压迫感、紧绷感或者是沉重感。有的病人描述的像大象踩在胸前一样，有的说是像还有大石头压在胸前一样。那么这些症状呢，可能会持续几分钟，间歇性的，也可能会是持续性的。而它常常伴有其他部位的疼痛不适，例如手臂痛啊，主要是左手臂痛，左边的下巴痛，还有颈部、背部、胃部都可以有轻微的或严重的疼痛。那么这种疼痛呢，特点呢，我们常常呢就叫它有放射痛或者是游走性的疼痛。我有一位病人啊，他首先发作的时候呢是喉咙痛，那么渐渐呢向颈部和前胸蔓延。那么因为是早上，他认为是不是自己漱口误吞了这个漱口液，那么喝点温水那就好一些了。但是过一下又出现了，渐渐这个疼痛呢慢慢的到了这个胸前部，所以呢他就警惕起来，就自己给自己测了个血压，发现呢这个脉搏增快，血压增高。往往这些疼痛呢还会伴随有呼吸急促，那么浑身出冷汗，觉得恶心呕吐，还会觉得头昏，感到特别累、特别疲劳。那么这些的都可能会是这个心脏病发作的前兆。这些警告信号从单个来看好像没有什么特异性，但综合起来看，你就可以看到一组很典型的心肌梗塞的症状。在这些警告信号出现的时候呢，如果你测量你的血压、脉搏和呼吸，常常会发现它们增高和加快的情况。另外，警告信号出现之前呢，往往会有一些诱发原因，比如说一些突发事件，情绪过于紧张、血管痉挛，还有呢过度剧烈的运动，对氧气的需求量会极度的增加，也会对心肌的供氧情况造成影响。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是温差变化太大的情况下，比如说冬天呢，常常可以看到一些中年强壮的男士，因为在铲雪或刮冰的时候，突然感觉到这个胸口痛，这个发现有心肌梗塞。如果这些心肌梗塞的警告信号出现在有心肌梗塞家族史的人群，或者是中老年男性加上肥胖，或又有很多不良的生活习惯的人群，应首先考虑是心肌梗塞，赶快进行急救处理，
千万不要试图自我诊断，延误了抢救的黄金时间。应该立即拨打911或者您所在国家地区的紧急电话号码。医疗帮助到达速度越快，获得积极结果的机会就会越大。首先呢，医护人员会给你指导，来到以后呢，会检查，大致确定这个疾病的情况，并且呢，通知附近的医院的急诊室做好准备。在等待救护车到达时，我们可以采取多种措施为患者提供帮助和支持。首先，我们陪伴在患者的身边，帮助患者立即安静休息，尽量保持冷静，选取患者感觉到最合适的体位。如果有呼吸困难，尽量选取半卧位，这样有助于呼吸，还可以提醒患者呢进行平静的深呼吸。对于出现呕吐的患者呢，不宜平卧，避免呕吐物吸入气管。另外呢，如果外面空气温度合适的话，可以将门窗打开，保持空气处于最佳的流通状态。如果患者对阿司匹林不过敏，而且当天又没有服用阿司匹林的话，可以咀嚼或吞服325毫克的阿司匹林，这样可以帮助稀释血液，并降低进一步损害心脏的风险。那么如果有心脏病的病史的患者呢，可能他已经有这个硝酸甘油，那么在血压不低的情况下，可以按照您的医生的医嘱，立即取一颗放在舌下含化，并注意继续观察血压。那么如果这个患者没有恶心呕吐的感觉，可以呢适量的喝一点温水，这样有助于血管扩张和稀释血液，但不要喝得过多，暂时也不要吃任何的东西，以防止影响必要的紧急措施。继续密切观察患者的这个症状，测量血压、脉搏、呼吸，及时的向急救人员汇报，并听取指导。所以我们大家都要记住，在心脏病发作期间，每一秒钟都非常重要，不要犹豫寻求医疗救助，也不要忽视警告信号。最后，我还想提醒大家，心肌梗塞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如果心脏的血管没有完全堵塞之前，症状会反反复复，甚至容易被误诊。有的病人经过急诊室的诊查，心电图正常，血液的血酶也正常，排除了心肌梗塞，出院了。那不久以后呢，又出现相似的症状，结果再次检查发现是心肌梗塞。所以一定不要这个忽视，一定要不断的听取自己身体的警告信号，并且不断的寻求医疗救治。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如果您喜欢，请你点赞、订阅并分享。如果您有任何问题和建议，请您在留言区留言，我会注意并及时回复。另外呢，我还想恳切的希望对有心梗急救经验的朋友呢，与我们在留言区分享一下您的经验。谢谢您的观看。视频2：中风的识别与紧急救治。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守护健康频道。这些视频我想与大家分享有关中风的症状与急救，希望视频前的每一位都能掌握中风的急救口诀 FAST F-A-S-T。 如果记住英文比较困难的话，建议记住连手说快，并以此呢来观察一切突发的症状。首先，我们要对中风有一个总的了解。中风是由于大脑的某一部分的血液供应中断或减少引起的。那么这种血液供应中断和减少呢，可能是由于血管的阻塞，也可能是由于血管破裂出血。所以中风有2种：阻塞引起的缺血性中风
或者是血管破裂的出血性中风。美国心脏协会报告，87%中风属于缺血性中风，13%的中风属于出血性中风。中风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因为脑损伤所引起的后遗症，例如偏瘫、说话和理解语言困难、协调性受损害或者是认知障碍等等。症状的严重程度呢，是与受伤的部位和程度有关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立即的识别中风的症状，立即就医，争取3小时的黄金时间，就有可能得到血栓溶解剂或者是动脉曲栓素等等，有效果最佳的治疗，最大程度的减少中风的长期影响，并提高康复的机会。所以中风的治疗能不能成功，在于我们是否能够识别中风的症状，并且立即就医。那么中风都有哪些症状呢？归纳起来有5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突然失去平衡，感觉到头昏、步态不稳，可能还会被绊倒。第二个方面是突然出现单眼或双眼的视力障碍、视力模糊，或者有复视，就是看一个物体看成2个，甚至还会有失明。第3个方面呢是突然的讲话困难，或者是讲话含糊，或者还会意识不清，难以理解别人的话语。第4个方面呢是突然感觉到单侧面部、手臂或者是腿部麻木，甚至没有力气或者瘫痪，嘴角向一边歪斜。那么第5个方面也是突然剧烈头痛、伴有呕吐、头晕或者意识状态的改变。大家注意到这所有的这种症状我都加了突然，这就是它症状的一个特点，有突然性。那么第2个特点呢，如果涉及到运动神经的症状的话呢，它一般是一侧的受伤。那么如果发现中风的症状的时候呢，即使这些症状是来来去去，或者一下又变成没有了，都不能掉以轻心，要立即寻求医治。因为这有可能是暂时性的血管缺血的症状，那通俗的话语来说就是小中风。那么如果不立即就诊的话，大中风就会接踵而来。为了使民众尽快掌握识别中风症状，美国心脏协会推荐使用辛辛那提院前中风评估口诀 FAST， 译成连手说快。FAST 的第一个字母是 F， 表示 face， 脸部，要求患者微笑看脸部和嘴角一侧是否下垂。FAST 的第2个字母是 A， 表示 arm， 手臂，要求患者举起双臂，看是否有一只手臂抬不起来。FAST 的第3个字母是 S， 表示 speech， 说话，要求患者重复一句简单的话，听说话是否含糊不清。FAST 的第4个字母是 T， time， 时间。我在中文的口诀里译成快，整个表示以下的行动要快。如果你观察到任何一项或多项体征，立即记录下发生的时间，并立即拨打911或当地的急救电话，寻求紧急医疗救助。总的来说，一定要快，这是分秒必争的事情，千万不要观察等待。中风拖的时间越长，脑损伤和残障的可能性就越大。在这里，
我再次强调要拨打911或当地的急救电话，因为除了救护车行走畅通无阻以外，急救人员会马上给你指导并跟踪病情的变化，还立即与具有脑中风急救团队和设备的急诊部门联系，做好准备。换句话说，不是每一个医院都有脑中风的急救团队和设备的。那么如果您和疑似中风的患者在一起呢，在等待急救车到来的时候呢，要帮助患者安静下来，在安全的地方坐下躺下安静休息，因为病人常常会有跌倒的可能。要仔细观察注意血压、脉搏、呼吸的情况，并随时与急救人员联系。总的来说，对于这些突发的事件，我们不要试图否认，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要采取急救措施。另外，平时我们要做好应急的工作，准备好每年的体检，把自己的病史记录好。对中老年来说，一定要让自己的成年子女也清楚地了解您的身体状况，特别是在如何治疗中风的时候，患者的清楚的病史起着关键的作用。但是经过几十年的护理经验，我还了解到，特别是退休后的经济情况和医疗保险的选择不当，束缚了很多老年人的手脚，以致他们决定不做体检，有急症也不叫救护车。在此我特别推荐在美国的中老年朋友上网免费去听听小孙班长的退休课程，对你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如果您喜欢，请您点赞、订阅并分享。如果您有任何问题和建议，请您在留言区留言，我会注意并及时回复。下期视频我准备谈谈高血压，请您不要错过。谢谢您的观看。视频3：徒手心肺复苏。心脏骤停是人类的重大威胁，仅在美国，每年就有超过35万例院外心脏骤停发生。心脏骤停可以袭击任何年龄或健康状况的人，而且通常不会发出任何警告。在医院外发生心脏骤停的患者中，只有不到10%能够幸存，而且如果不是立即采取心肺复苏，每过1分钟，生存机会就会减少7%到10%。这些统计数据表明，为了挽救生命，心肺复苏必须分秒必争。徒手心肺复苏通常适用于看到突然晕倒而且没有反应、没有正常呼吸的个体，也适用于被发现躺在地上或床上没有反应、没有正常呼吸的个体，除非他已经有不抢救的生前遗嘱。徒手心肺复苏是一种简化但高效的心肺复苏技术，能提高生存率，并且通过普及于民众，增加民众的参与。徒手心肺复苏重点是胸部按压，无需进行口对口呼吸，可以使心脏骤停的生存机会增加1到3倍以上。如果您发现某人昏倒在地上，或者是躺在地上或床上没有正常反应，请立即按照以下步骤操作。首先确定环境安全，摇晃对方，大声喊：“你没事吧？”如果没有反应，立即检查有无呼吸。你可以将脸贴近患者的鼻部和口部，感觉是否有呼吸的气流，同时观察有无胸、腹部的起伏。
如果没有，或者只有缓慢不规则的抽搐，大声叫喊救人啊！如果你旁边没有其他的人，你应立即用手机拨打911或当地的急救电话，不要关机，并将手机的喇叭打开，以便听从急救人员的指导。如果有其他人在场，请指定他人拨打911或者当地的急救电话，拿自动体外除颤器，指定完后立即开始心肺复苏。如果患者倒在地上，你应该让患者平卧，跪在患者的侧面开始心肺复苏。如果患者是躺在床上的，你应该尽快地将患者移至床边，并在患者的背后放一块板子，将一只手根部放在患者胸部的中央，另一只手叠放在第一只手上，开始胸外按压，肘部伸直，身体向前倾，使用上身重量通过手臂和掌根部将胸部下压至少5厘米，以每分钟100到120次的速度进行按压，持续心肺复苏，直到自动体外除颤器或救护医疗人员的到达。在进行心肺复苏时，同时尽早使用体外自动除颤器是非常重要的。体外自动除颤器能够分析心脏的电活动，并在必要时提供电击来恢复正常心率，能大大增加存活的机会。设备通常具有简单的使用界面，您可通过语音或图示的指导使用体外自动除颤器。总结起来，徒手心肺复苏的2个关键步骤，一是及早打急救电话，二是胸外按压快而有力。徒手心肺复苏需要很大的体力，为了保证效率，在可能的情况下，最好另有人轮换。请记住，徒手心肺复苏是一项至关挽救生命的重要措施，迅速采取行动，可以显著提高患者的生存机会。视频4：窒息的急救。大家好，这期视频我将分享救助被噎住的窒息者的2套急救方法，一套来源于美国心脏协会，另一套来源于美国红十字会。首先，我们大家都要知道，在被噎住者还有呼吸、咳嗽或说话时，我们要鼓励他们用力咳嗽。咳嗽的时候，身子往前倾，这样会增加异物被咳出的机会。但是，患者无法咳嗽、说话或呼吸时，应立即采用以下所介绍的急救法。这2套急救法都适用于1岁以上的儿童、青少年或成人。当您看到被噎住者，您可能会看到这种情形。这叫 Universal Choking Sign， 通用的被噎住窒息的征兆。根据美国心脏协会指南，你应该赶快判断被噎住的严重程度。问：您被噎住了，能呼吸吗？再问：我可以帮您吗？根据患者的反应，告诉患者我要做腹部冲击，让患者知道您怎么帮他，争取患者的配合。腹部冲击也就是海姆立克急救法，让被噎住者的身体向前倾，将2手臂围住被噎住者的腰部。对于孩子，请降低到他们的水平。将拳头的拇指侧
放在患者脐部的上方，用另一只手包住这只手的拳头，快速向内上方冲击，直到异物被冲出，患者能发声、能呼吸，或者患者失去知觉。如果患者失去反应，应立即让患者躺下，大声求救，拨打或让其他人拨打911急救电话，并立即进行心肺复苏。第二套方法是根据美国红十字会指南，当发现被噎住者无法咳嗽、说话或呼吸时，应大声求救，打急救电话，并且立即让患者腰部向前弯曲，并用一只手的根部在被噎住者肩胛骨之间击打5次。1、2、3、4、5，再进行5次的腹部冲击。冲击的方法与上面的演示相同，反复进行5次背部击打和5次腹部冲击，直到异物被推出，患者可以咳嗽、发声或呼吸，或者急救人员的到来，或者是患者失去知觉。如果患者失去知觉，应立即进行心肺复苏。最后，我想提醒一下，在救助时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呢，在被噎住者还能讲话、呼吸和咳嗽时，应该尽量鼓励用力咳嗽，身子往前倾。第二呢，要及时呼救和打急救电话。第三呢，不要盲目地将手伸进患者的嘴里，试图将异物抠出，避免把异物推进更深的部位。第四，救助时呢，要注意密切观察患者的情况。如果您能看到口中的异物，可以协助拿出。第五呢，要用力得当，因人而异，避免用力过度而造成不必要的损伤。那么今天的视频我就分享到这里。视频5：窒息的自救。大家好，我们中老年随着年龄的增长，难免会出现一些生理甚至是病理变化。在吃东西的时候，被食物或异物噎住或哽住的机会会逐渐增多，加上很多年长者喜欢单独住，所以我们中老年朋友都要学会食物或异物噎住或哽住的急救法。在这里我统称异物噎住急救法。异物噎住的急救必须是分秒必争。这些视频我来演示异物噎住的自我急救法。下期视频我将演示如何帮助被异物噎住的朋友。专家建议，在您独自一人的时候，如果您被食物或异物噎住或哽住，您应该首先用力咳嗽，咳嗽的时候身体往前倾，这样会增加咳嗽的效果。如果用力咳嗽未见成效，应立即拨打911或当地的急救电话，同时对自己进行海姆立克急救法。海姆立克自救法，将手握紧拳头，拇指向内创造一个平面，放在脐部的上方，另外一只手握紧这个手的拳头，身子向前下倾，用力向内向上冲击，向内向上冲击，连贯起来是这样的。反复冲击，直到异物咳出或者是急救人员的到来。您还可以用坚硬的椅背或者是台沿来帮您用力，握紧拳头，将拳头放在脐部的上方，另外一只手包住这个拳头，站稳脚步，
身体向前向下弯曲，靠近椅背，用椅背的力量向内向上冲击，一次一次的直到异物的冲出或者是急救人员的到来。下面我想请大家要注意的是，尽管以上的方法都是为自救而设计的，但在实践中要尽量避免过度的用力，或者是使用尖锐的物品，以免造成其他的伤害。建议尽早的寻求医疗救治。如果您成功的运用海姆立克自救法，事后也应该随访您的医生，以便排除其他相关的并发症。